1665年，虎克制造出显微镜。有一天，虎克他突发奇想，把跳蚤放在显微镜底下观察。没想到这一看，竟发现了跳蚤毛的结构与次序之美。数千年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突破自己局限的过程。从用火、用电，发展运输工具，探索外太空，对未知的期待与想象，正是那把鼓励人类不断突破的钥匙。神话故事里更有顺风耳、千里眼，寄托着人类超越感官极限的那份期待。到了17世纪，被称为微生物学之父的科学家列文·虎克研制了一台光学显微镜，许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微小病菌终于一一现形。想象中的照妖镜终于实现了。透过显微镜，人类从此可以直接的看到血液细胞，进行各种微生物研究，加速医学的进步。现代的显微镜从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超音波显微镜，一直到扫描探针显微镜，利用光学以外的原理，看清楚更小的细节。2014年，德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共同以超高解析荧光显微技术领域上的成就，摘下了诺贝尔化学奖的桂冠。于是，科学家能更清楚地看见活体细胞内的单分子路径，进一步观察蛋白质与疾病间的关联。近代的大型望远镜甚至可以凝视宇宙的深处，目睹壮丽的星系相撞和扣人心弦的星球诞生，甚至看到广义相对论中的重力透镜现象。教授，我看完了这个望远镜跟显微镜的故事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两种这么常见的仪器对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好大的影响哦。望远镜跟显微镜其实非常相似，今天我们就用实验循序渐进的了解它们的原理。应该先问说，到底为什么人们可以看见物体呢？一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物体呢，就像这样子，你看我们整个物体每一小块就可以视为一个点光源。这个点光源呢，它的光会向四面八方射出去，每一个都是这样。那只要这个点光源发出来的光进入我们的眼睛，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点光源。当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物体上的点光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的物体。那接下来呢？大部分的显微镜跟望远镜都有凸透镜，物体上的每一个点光源，也就是向四面八方发出的光的点光源呢，这些四面八方发出来的光，经过这个凸透镜的折射，都会再汇聚到某一点上去。那当然，这个神奇的功能不是随便就有的。那主要是凸透镜这两面这个曲面呢是非常精巧。你看，这里是个点光源，这里是个凸透镜。这点光源会向四面八方发出光线来，但是呢，这些向四面八方发出来的光线，只要经过透镜折射的这些光线呢，在适当的距离又都会聚回一点。哇，真的耶！教授，那物体上的每个点光源都是这样子吗？没错。那现在呢，我就逐一把物体上的点光源点亮。好，心怡，你看，我就让另外一个点光源也亮。再另外一个点光源也亮，再让另外一个点光源也亮，再让另外一个点光源，看到吗？它都一个个物体上的每一个点光源都对应到这个实相上的每一个点光源。教授，那这个原理会运用在哪里呢？其实也许你想不到，
我们人类跟其他动物能看到东西，基本上就用这个原理。那老师这边呢是一个眼睛的模型，眼睛的里面呢都有一个叫做水晶体的东西。这个水晶体呢基本上就是个凸透镜。这个凸透镜能够成像，它的原因呢是因为两侧这个曲面是非常精巧的曲面。那至于凸透镜本身的形状长什么样呢？它其实不会有很大的影响。猫在白天的时候呢，它的瞳孔呈狭虫的形状。那羊呢，平常时候就是一个方形的瞳孔。那事实上，它们这两种动物呢，看到的世界跟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所以教授，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到的照相机啊，跟投影机，是不是也都是使用这个原理呢？完全没错。这个点光源发出来的光呢，都会聚焦在某一点上。那如果这边是一个半透明的幕的话，半透明幕上这一点就变得又是变成一个新的点光源。如果是这点出来的话，我们看到这边是完全透明的，即使是完全透明的，因为这点发出来的光向四面八方发射之后呢，经过这个适当位置的透镜聚焦之后，又会聚到某一点上来。那因此呢，这一点也是一个新的点光源。那这一点光源呢，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幕或者任何东西，因为它在空间当中就真的有在这边有聚在一起，所以它事实上就是个新的点光源。所以实相不是一定得在幕上才能够看见，对不对？对，你看，心怡，我可以用这张图来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实相跟真实的物体是完全没有差别的。那我们紧接下来做2个实验，要充分的说明这件事情。那个春字就是真实的物体，对啊，那这是一个凸透镜，那真实物体的实相呈现在这里。你看，用普通的白色的幕就可以看到，就如同刚才瓜牛的示意图的说明，实相就好像在这里有一个真实的物体，它是由点光源构成的，可以在白色幕上看到，也可以呈现在半透明的幕上。有。那半透明幕上这边可以看到呢，这边也可以看到。对。更重要的是，实相其实可以直接看到，并不需要使用半透明的幕或是白色的幕。你看这边什么都没有，对，也什么幕都没有。我们过来看一下啊。哇，真的有哎！这边是一个春字，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放在这边，我们比较一下好不好？好。来，你看哦，可以看到那个大春字跟小春，就是实相的春字跟真实的春字在一起，2个人可以看到，好神奇哦！这实相就好像真实的物体。你看，我们把物体不用那个春字了，我们把实际的物体换成一个可以游动的金鱼，它是一样的，实相呢就跑到这里，好像真的一个实际的金鱼在这里游一样，哎，好可爱哦！心仪，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光学玩具啊。总的来讲呢，就是当我们把这个小青蛙放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把这个盖子盖上的时候呢，小青蛙身上每一点的点光源都在这里相对应的会产生新的点光源。对。那于是呢，就是形成小青蛙的实相。你可以去摸摸看。好。嘿嘿，摸不着哈。它竟然跟真实东西完全一样。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肉眼直接看到。我们也可以用放大镜来放大实相。好。你看看，小青蛙变大了。我们刚刚知道，实相就好像实际的物体一样。当我们了解实相有这样的性质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理解望远镜跟显微镜的原理。这是一个显微镜的放大的版本，因为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那显微镜呢，基本上由物镜构成。物镜简单讲就是一个凸透镜。那这边呢是一个简单讲是一个放大镜，也称为目镜。那假设是我们要看的很小很小的东西。那经过这个凸透镜呢，我们可以把它很小很小的东西变成一个放大的实相在这里。你看，我们可以用一个最原始的方法来，就是用一个白色的幕来看看这个实相。好了，那我们知道实相在这里的时候，实相就好像真实的物体在这边，我们可以用放大镜放大。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目镜呢，把这里已经放大的实相呢再放大。可以看看吗？那当然可以了。
哇，老师，我真的看到了国父，而且它这2个石像就是完整的石像。一边的石像是在半边半透明的幕，那一边呢是直接可以看到。那今天老师这个教具呢，虽然现在是显微镜，但是呢，我只要改变一下就变成望远镜了。好，你看，我现在可以把这个显微镜的物镜呢拔掉，然后呢换成望远镜的物镜。在这个形象之下呢，远方的物体呢，它就会经过这个望远镜的物镜呢，形成一个比较小的石像在这里。那我们呢，又可以用放大镜，也就是我们的目镜来放大，于是我们就可以望远。这是一具反射式望远镜。反射式望远镜跟刚才我们谈到的折射式望远镜，它们的原理是非常相似的。那边有个灯泡，它是代表一个真实的物体，那可能是远处的星球，也可能是远处的这个景物。那物体上每一个点光源发出来的光呢，光线经过这个很精巧的反射镜反射之后呢，一一的形成新的点光源，就形成实像。反射式望远镜利用这个平面的次镜反射光线，让实像形成在这边。那在这边的实像呢，就好像一个真实的物体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也可以用放大镜看到。那当然在望远镜当中，我们用放大镜把这个很精细的实像呢，用放大镜来放大，这个放大镜就称为目镜。当然，我们可以用 CCD 这样的东西直接来记录这个实像。哦，我看到了。心怡，你现在看到是呈现在这个半透明幕上的实像，事实上这个实像可以直接看到。你看，老师把半透明幕拿走。哦，还真的看得到哎，真的是实像。对，它就在那边。对。那我知道啊，望远镜越大的话，就可以看得越远。所以说有很多那种大型的望远镜啊，它好像都是用这种反射式望远镜，这是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制造一个反射式望远镜的时候，只要研制一面非常精巧的反射面就可以了。在鹿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心怡，你找时间一定要去看一下哦。提到望远镜，就不能忽略坐落在嘉义阿里山附近的鹿林天文台。Hello，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终于到了。现在呢，为了要来看这个全台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呢，我们一行人整个摄影团队呢，即将就要带着非常重的摄影器材脚架，一路扛上山，也就是现在我们大家看到前面的路，大家看到了吗？大概还要再走个600公尺吧，然后听说需要走30分钟的路程，辛苦了摄影大哥。位于玉山塔塔加地区的鹿林前山，也是鹿林天文台命名的由来。在这个海拔2862公尺的制高点，也是我们即将与浩瀚星河相遇的地方呢。台长好，你好，欢迎，我帮你拿一下行李。啊，谢谢。欢迎来我们天文台。有，我刚刚有看到了，好兴奋哦。好，谢谢。天文台的建筑共有3层，最上层是置放望远镜主体，第2层是控制室，放置多部电脑，用以控制望远镜，同时根据户外仪器传来的数据，监视天文台周边的温湿度等气候条件及天空状况，以判断此时是否为观测的最佳时机。为了让这特大的望远镜丝毫不晃动地牢牢盯住宇宙深处的星系，这望远镜安装在3根柱子形成的基座上，3根柱子贯穿整个建筑，打在地下的岩层中。哇，这里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台长，那这个天文台当初是怎么来的呢？听说有很多人投入不少心血。是啊，
我们这个天文台从1990年那个时候开始选址开始，到现在已经快30年。这个地方基本上空气很干净，没有什么污染，那也没有什么灯光，那观测的条件非常的好。所以当时你来的时候都还是一片空地这样子。对，那时候都是草了，都是草。那后来就慢慢一步一步建设起来。超大的望远镜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使用的望远镜口径1公尺，直径也是目前台湾最大的天文望远镜，是真的很大哎。它的镜片是在这里面。在这个镜室里面，一个直径1公尺，那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是旁边这种比较小的折射式的，但是大的望远镜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反射式。是，那台长，这是我之前在看资料的时候我发现鹿林天文台其实在国际的天文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用这支望远镜看到的吗？你指的是鹿林彗星嘛？鹿林彗星不是这个望远镜发现的，是我们另外一台40公分的望远镜。是。那个彗星当时发现的时候，是我们有个鹿林巡天计划，用那个40公分望远镜。那找到的时候以为是小行星，是。那后来美国有个桌山天文台，他们觉得这个小行星的轨道很特别，那用比较大的望远镜去看，就看到它有个小小的尾巴，确认它是彗星。后来就用鹿林作为这个彗星的名字。我很好奇就像这种可以看到外太空的望远镜它跟我们一般普通的望远镜有什么样不同的特殊构造吗？其实光学望远镜的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不论大小，它都是透镜或者是反射镜聚光之后会再经过一个次镜反射，这望远镜聚光之后产生的一个实像经过我们就可以用目镜来放大去观察它。镜片在镜筒的中间，可以屏蔽外面不必要的光线。那我们这个望远镜是直径1公尺口径，然后焦长8公尺的望远镜。世界各地天文望远镜物镜的直径越做越大，原因就是物镜的直径越大，就能收集到越多的光线，光的波动性造成的影响也较小，解析度也越高，形成了星体的实际品质也更好，可以表现出远方物体更多精细的细节。也就是说，实相的所有细节与远处物体所有的细节就跟一模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成像位置就在这边。那我们的CT相机就摆在这个位置，拍摄天体的影像。所以在底下，其实你是不会用肉眼在底下做观察我们因为要做研究，所以基本上研究的话，就是必须要把星星的影像记录下来，所以就要用相机。观测到影像都记录在电脑里。那我们在楼下的电脑控制室可以看得到。我带你下去。好期待。这里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望远镜的控制台。那控制望远镜主要是这边这2台电脑。是。那上面3个萤幕的话是望远镜的监视器。我们可以在这边操作比如说我们要观测这个织女星Vega，那我们就用滑鼠点一下织女星，然后望远镜就会移动过去。然后到了目标之后，它就可以锁定目标，跟踪着它。那因为我们地球会自转，所以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也是一样都会东升西落。对。所以我们望远镜必须要能够追着它。那这种特殊的设计，它是这样，它望远镜有一个架台叫赤道仪，它的轴它有一个轴是跟我们地轴平行，指向北天极，所以我们望远镜只要转动那个轴反方向抵消地球的自转，就能够把星星目标一直保持在望远镜中，来持续保持它去观测它。那台长，我们现在可以看其他的星系吗？可以这上面很多星系，除了刚刚的 M31这个仙女座大星系之外，它附近三角座有一个 M33，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星系。那我们移动一下望远镜。
标了，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大来看一下。好，谢谢你这次参观我们天文台有没有什么感想？有，我觉得有非常深刻的感想。我也总算理解说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如痴如醉的来追星。那像台长，你观测这么多年的经验下来，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是你最难忘的事情？像这一辈子里面你能够看到的几个特殊的天象，如果你要算第一名的，就是狮子座流星雨。我们那时候在合欢山吧，可以一个晚上可以看到大概几千颗流星，比之前几十年看的流星加起来还多。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的话，他们这个天文是可以作为一辈子的兴趣。有人说，天上的星星像妈妈，一直慈祥地看着你。我们真的就像是星星之子，数百年来认真探索着这片广阔无垠的世界。虽然我们还是不明白宇宙的疆界何在，但是这些美得令人屏息的星星，就像是一个个指引我们的路标，继续在外太空呼唤着我们。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主镜直径比哈勃太空望远镜大，位于地球背向太阳的这一侧，距离地球有150万公里。随着地球绕着太阳公转，像一具时光机，可以看到大霹雳发生后的原始奇景，也能够凝视最早一批恒星诞生的壮丽。生活充满科学，科学实践生活。从温馨的鹿林天文台和世界各地的天文台，一起远望那令人屏息的浩瀚宇宙。成败得失，转眼成空。再回过头来，用各种显微镜来端详如灰尘般的微观内在，就能够深刻地体悟到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掌心握无限，刹那即永恒的澎湃心境。超理想进化论为你串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科学方程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